卢玉晓要被侯明昊萌倒了。27力争自己抱得动小小。现在还能做蹲炮，现在还能蹲。小猴私心，来换一下。来换一下，换一下。一墙壁的9人沟通啊。 别！连我的脸上飞起来。不是勉强，连我的脸上飞起来。不是勉强。这有什么爆得了？这有什么爆得了？现在还能做蹲炮，现在还能蹲。好。来换一下，换一下。你好。我们要继续吗？我当时的。啊，对，小小也量一下。搞快点，搞快点！什么？是还挺好看。 对，那你怎么办？那就一起来看看扣住明义后颈的吻是怎样的。跟着转，跟着转，跟着转。再来一遍真正的晋江式拥吻。等等，好像哪不对。真的服了。搞错了，再来。 然而此时，你有一份心碎了吗？订单请查收。来试了，来备，1、2、3。 就是刚刚那个杆子，但是练度再加强一点。OK， 好，来，我们再试一个。好的。 起。嘿。好，停。我擦肩你。嘿。 侯明昊直播给卢玉晓打电话，妈呀！鸡窝仔给我打视频，谁懂这种误入小情侣视频通话的感觉？小小最喜欢哪场？我最喜欢，确实。小小最喜欢的戏，这句话也是宠的没边了。我们独家记忆超甜啊！我说你是也想跟他做吗？没有啊，就在直播。应该刚刚在拍戏，没来得及看到我们前面直播的内容吧？小小告诉我。对，我前面看得很累，想今天要赶杀青。喝醉酒的那个能剧透吗？能吧？今天应该有了吧？超点的。也很小小最喜欢哪场戏？我最喜欢确实，我听的时候真的吱哇乱叫的睡眠。
我们接下来就把各位仙女请出来吧，欢迎各位。Hello。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各位主演们先来跟我们收看直播的小伙伴们先来一一的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先邀请明义。Hello， 大家好，我是明义，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好的，欢迎明义。接下来是我们的司徒岭。Hello， 大家好，我是司徒岭，谢谢大家能够这么喜欢入青云。好嘞，欢迎司徒岭哈。接下来是我们的天机公主。Hello， 大家好，我是贺楠，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入青云。哇哦，欢迎接下来元笑哥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全一轮，也是言笑，然后希望入青云能够一直陪着大家，谢谢大家一直支持入青云。好的，好，欢迎言笑哥哥。接下来是我们的福月。Hello， 大家好，我是福月，谢谢大家一直都喜欢我们的入青云。好的，欢迎各位哈，一大早的来跟我们一起直播，陪伴我们这个迎接到入青云的这个大结局。当然，今天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季博仔同学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去参加入青云大会了吗？那个侯明浩同学发来了这个请假的视频哈，因为这个他还在忙碌的工作当中，所以说没有办法参加今天的直播哈。但是听说他有可能会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这个惊奇闪现一下。他先发来了一个请假视频，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季博仔的请假视频。Hello， 大家好，我是侯明浩，在入青云中饰演的是季博仔。入青云从开播到现在可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离不开大家对入青云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大家对季博仔的喜欢。今天因为剧组在赶着杀青，非常遗憾没有办法可以跟大家一起参加这个直播。先在这儿以一个简单的形式跟大家打个招呼，如果一会儿有空隙的话，我会偷偷出现。拜拜。拜，待会儿等着我们这个季博仔惊喜的闪现哈。但是不得不说一下，像刚刚我们这个季博仔说的，确实入青云在整个播出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我们这个网友们太多的关注和喜欢了哈。我们接下来呢就一一的来回应一下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一些热梗也好，热搜也好，一些关注的内容也好，我们来一一的聊一聊好不好？首先我们先聊一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这个消息，来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入青云热度破万的消息哈，跟各位说一下，要一起庆祝一下，我们要一起鼓掌，就是这个数据实在是太棒了。当时各位能说一说，就当时听到我们这个热度破万的消息之后，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哈？露露小可以先来讲一讲。我当时正好在拍戏嘛，然后那天风特别大，然后我就正好空隙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手机，就点开优酷，就看到就是9999了，然后当时就有点，就还是有一点惊讶的，就是然后瞬间当时那个眼眶就红了，就是很热血，觉得这一期，对大家对我就知道，我觉得入青云它值得，但是真的就是到这一刻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我也很难形容。对，而且我们当时也立马就给到了各位这个破万的福利，对不对？露露小，我记得给的福利是跳了那个青云谣。对，还有一个葱油饼的 vlog， 热度都非常好哈，都是这个100万赞的这个热度。然后于承恩同学是当时给的福利是，我挑了姐姐真漂亮。姐姐真漂亮，网友说了，连这个福利给的都看得出来，司徒岭没放下。根本放不下，太偏执了，太执着了，这个人。对你来说，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因为我当时也确实不知道有什么福利，然后刚好我看到评论区就是说有想看我挑这个的，然后我觉得也很应这个景，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就姐姐真漂亮哈，这是不是也是司徒岭对明帝的真心话呀？对对对。OK 哈，贺楠是特别逗，贺楠是把这个福利给理解成挑战了，对吧？对，我搞错了，因为当时就很开心，然后脑子一短路，我就随口就说了一个。
当天破万的时候，我正好我在楼下跑步，然后看到好多人在发破万了，就跟小小一样，也特别特别的很难讲，那就很复杂，就好像大家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然后我就一直在给指导发消息，然后他在那边也反正就觉得那一刻很美好。然后就猛灌2桶矿泉水。对。对，然后那个一轮是跳了那个刀马的那个舞蹈，那个刀马没理解挑战了。对对对，那刀马体操。对，然后都不是我们说人机版了，连那个系统都自动识别说是 AI 生成的。OK 哈，很精彩哈。对，丽兰还没有给我，当时破万福利的时候还没有在，这次是不是也可以到时候补一下这个破万的福利给我们？可以啊。比如说发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花絮照片，对吧？现场还没有曝光的一些内容，我们就指望你们多给我们的喂口粮，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哈。是的。OK， 好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破万福利这个喜悦，来跟各位这个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我们下面这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哈，就是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入青云的收官，所以说各位呢，网友们也到了这个开头和结尾的这个网友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图哈，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在开播的时候对各位角色的印象和到收官的时候各位角色的印象都不一样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一样会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图好不好？能看到哈，先来看一下这个季博仔的这个让明义来读一读吧。初印象是腹黑高冷花花公子，然后现印象是直球善良纯爱战神。这是明义对那个季博仔也是这个变化吗？也差不多吧，就这个大概的形容，虽然可能更具体的会更细节一些，但是这个确实他到了后期就是真的。季博仔太好了，就是对，后期就是非常直球是吧？开始只打直球了。是他一直在，其实我们俩都不懂爱的，就是从小没有人教爱这个情况下，我俩互相学着怎么去爱，所以真的就是纯爱战神，就是他会引导着我去做坦诚，然后两个人又互相的就是救赎这样子。特别棒哈！好，我们接下来接着让明义来看看我们这个对于明义的这个初印象和现印象。初印象到女骗子，然后后期现印象是自强独立学爱中，也差不多。但是明义一直都是就是自强独立，只是他前期的话，他为了活下去，他有他自己就是什么都愿意做的这个准则。对，对，而且网友说那个明义和季博仔之间也是两个小苦瓜，有相同的命运啊，特别是我们。其实我们全员都是小苦瓜，原来全员都，但是都是很向阳的，大家就是对，基本上都是希望能向阳而生的，对，所以不希望提供大家一些比较虐的东西，反而是一些在虐里面找到了阳光的东西。特别是到后面几集，跟各位还没有追到后面几集的网友说一下，真的甜到不行，跟各位啊，在沙发上看着猛地跳起来说这也太甜了。OK，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我们司徒岭的这个初印象和现印象哈，司徒岭来说一说吧。初印象是绿茶修沟，现印象是阴湿男鬼。OK， 这个贴切吗？后期黑化的那个司徒岭，认可。就是司徒岭的变化，我觉得和大家总结的差不多。就前期是有一点小傻傻的，然后现在就是比较偏执，对。然后为了就是得到，就是他没有完全的说我要去得到姐姐，但是他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力量，就是他想得到权力和力量了。现在，对，所以走上了一条黑化的不归路了。对，以前只想要姐姐，现在不光想要姐姐，还想要权力，对吧？对，因为我当时演的时候29集以后，就司徒岭其实是已经不在了。对，他29集之后是超越了。就我有一场跟他过来那个告别的那场，跟我告别的那场戏，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其实
对，那一次就是我演的时候就非常难受，因为那个时候我回头看他的那眼，其实就是司徒岭在向他告别。哦，你是说那个黑化之前就是就觉得他已经结束了是吧？那个是。对他那个高手，他会慢慢占据他的内心，占据我的内心。你看，他其实是在跟明义告别那场戏。所以我作为就是像一个姐姐看他这样的过程，我就会有很惋惜、心痛这种感觉，就是我一路看司徒岭这样过来，就会觉得之前那个样子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而且我拉不回来的感觉。就慢慢消失在他的身体里面了，已经。OK， 明白啊。OK， 好，接下来看看天机公主的这个初印象是天真公主，然后现印象是事业批神君。这个也是蛮符合这个对于公主的印象的哈。对，她其实前期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状态，就是还在想各种办法，无论是找季伯仔还是刺激言笑，然后就一直在想自己的办法。然后到后来，其实我觉得他登上神君那一刻，可能才真实的展现出来他本身的样子，就是抛掉了那些所有的伪装，然后就是要长成一个大人，要好好治理我的国家，好好带我的臣子。对，关键是最幸福的是后期搞事业也有人陪着他。那是谁陪着他呢？就是他的言笑哥哥哈。言笑哥哥，来看看你的初印象和现印象。初印象是背叛公主的前夫哥，这个是跟天机的一些前史啊，就是之前发生的一些小小的不愉快。然后再到后面是恋爱脑的给命哥，这个是上次直播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梗吧，对。然后其实他也不是恋爱脑了，因为前期的那个言笑跟后期的那个言笑其实是还是有一个转变的，包括就是在中间大概二十来集的时候，天机跟言笑和好的时候嘛，因为言笑其实也是受到了这个天机的他的那些话的影响。不然的话，他那个言笑就是他嘴还是特别的硬嘛。但是后来受到了天机说的那些话的影响，就是不管说我们表达爱也好，还是说在生活中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也好，就是我们需要去说出来。所以其实言笑这个时候受天机的这些话的影响，从拧巴变成不拧巴的这个转变的过程，然后再到后面就是可能他就是一直陪伴在天机的身边，也是在搞事业吧，就是事业脑跟恋爱脑同时的这个给命哥。对，而且是获得家长认可的哈，在这个神剧家人在家人认可的，对吧 ？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福月的这个哈。福月这个前期的初印象是，花月夜老板娘，奉献主义小狐妖。哎呦，这个小狐妖真的是有点太心疼你了，后面啊。你看了弹幕，大家有在说，要不然让那个福月再等司徒岭一世吧，这是放弃他吗？对，说什么司徒岭，你回头看一下福月。因为福月他就是被司徒岭救之后，就一直跟着司徒岭，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梦想，他的梦想其实也就是司徒岭的梦想，让他变大变强，所以他后面去当老板娘，然后就是就做了很多事情，给他收集情报，都是为了司徒岭能变好。是的。结果今天很好奇结局会是什么？会有一个好的结局，还是一个注定悲剧的结局呢？大家就往后继续追剧吧。看你们这个表情，感觉不好。能听吧？我其实觉得算好的了。算好的了，算好的了是吧？好，那大家记得追剧，这个关注我们优酷生化剧场哈，来看看这个大结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OK， 这个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网友看完了这个剧之后初印象和现在的这个现印象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大家这个非常关注的一个热搜词，第二个词就是卢玉晓内娱心境哭飞。
小小有看了这个大家的评价吗？刷到过一次。对，因为确实是里面好多场戏，不光是这个互通神识，我自己特别看着哭的稀里哗啦的那个，就是27去世的时候那一场戏，我的天呐，这哭的一整个，你在戏里边哭，我们在戏外哭。就是有好多这场戏，而且这个不同的程度，因为前期还有一些就是假戏真做呀，然后那个时候那种不同层次那种哭戏。小小先来说一说怎么看待大家对你的这个内娱心境哭飞的这个称呼哈？没有，我是觉得很开心，镜头把我作为民意就是真情实感的那些东西记录下来了。就是确实那个时候我自己回看每一场，都是当时都有感同身受民意的，所以我很幸福被记下来。然后你说27那场。就当时拍的时候就很难过，后来配音的时候正好我自己当时也经历了一些离别的事儿，然后我自己可能就会更难过。配的时候，我当时配音房快绝过去了，就是所以就是确实就是每一场都是确实他写的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自己感受到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大家看到的哭也是不一样的。就谢谢大家。因为有很多就是特别是养宠物的小网友，我看有评论说，如果带入到自己跟自己的猫猫和狗狗离别，那真的也会像小小一样哭的，就是痛彻肺腑。什么都不要了，求你回来这样。你那时候有带入到自己吗？因为我们知道小小自己也养宠物哈。会，就主要我跟27就是感情很深，就是我认定，比如说我看到27鱼啊，我就是觉得他是我小孩，他是我弟，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那种冲击力，他在我面前消散的感觉，所以对，就会觉得自己。因为我有很多设定，比如说最开始故意就是现挂了一些，比如说不让他上床呢，或者不让他怎么吃一些东西，就是当他真的离开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就是什么都愿意答应你这样子。有想到自己的那个猫猫吗？和那个27相有吗？很可爱哈。但是好在是27后来回来了。是，其实这个当时也边拍边在写这个要不要让他回来，是哦，后来还是让他回来了。要不要让他回来？然后回来了，变成白毛了，去漂染了一下。原来是去理发了，去做造型了，又回来了哈。OK， 好了，聊了哭戏这个，我们得聊个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就也看到了，就前2天的时候，就民艺给我们展现了新的舞蹈，就是入青云的那个手势舞嘛。我们今天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看民艺来给我们这个展现一下这个舞蹈，行不行？就是我们这个手势舞哈。我那个展现个简单的，那个我前两天刷到那个民艺摇什么的。民艺摇是吧？可以哈。我没学，我确实了。现学呀。OK， 刚补了个什么？不是，我们还没捕捉到。你要这样，我们把那个镜头给到那个卢玉晓同学全景特写，你再跳一遍那个好吗？来给全景哈，让卢晓跳一下这个。好，那我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OK， 给卢晓同学掌声。谢谢大家把我这些小动作放在了一起，然后做了个。我看到好多人，司徒里也有一个摇的，季博仔也有。是吗？我一会儿去搜搜看。一会儿就搜看，你也学一个哈，因为现在就是好多网友们就在说，就是有很多祈求的心愿哈，比如说我看有很多的说那个能不能出一个我们剧的这个团综，我们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就是先不说团综，能不能回头先看你们来个团舞啊？就你们主创们来个团舞。团舞哪个？团舞。你们一起来一个关于这个我们入青云的这个团舞。有可能吗？这个替我们粉丝们许个心愿。跳啥？跳啥？你们回头可以商量商量，看看这个舞蹈，看跳啥，到时候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根据那个舞蹈的水平，也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言笑哥。考虑一下团队最短板。考虑一下团队整体舞蹈水平，好不好？没招了。
我真没招了。这个我们回头再说哈，这个愿望可以一个一个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热头词哈，叫做司徒岭黑化。因为前两天我就刚刚两位聊的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司徒岭就没有承受住妖兽的那个作用力，然后黑化了嘛哈。这个，但是当然虽然很遗憾，但是好多网友看的也很爽，觉得司徒岭黑化之后还蛮过瘾的，对。所以也问一下我们这个司徒岭本人，觉得黑化的这个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特别是有这种白切黑两种状态的时候。我觉得他前期其实像司徒岭他就是前期就可能只是想保护姐姐，然后可能想引起姐姐的注意，想让她多关心自己，然后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小茶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期就是朝元，他可能就是因为妖兽的一些原因，然后包括心头血，然后导致他的那个坚定的意志不是那么的稳定了，然后可能就是会想得到权力，然后为姐姐更多的是一种偏执了，就是对他的状态。所以在表演的时候，就是还是根据这个角色的一些慢慢的好几次的那个受到一些冲击力的时候，就慢慢的加重他那个表演的变化。对，因为就是有不同的状态的情境之下，和姐姐的相处方式也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场改一下长安好不好？就是能不能用这种白切黑不同的方式来喊一下你的姐姐？又来了，又来了，可能就那个昨天播的，一开始叫姐姐，可能就是，姐姐，一开始是姐姐，姐姐，我认出你了。然后昨天那个是姐姐，你还是在意我的，对吗？昨天那个表情确实演得很好，那个变化。哇，第二个姐姐明义敢答应吗？明义也后脊梁背发凉，感觉。我安静，安静，别吵。OK， 姐姐很安静哈。好，我们其实说到这个的时候，就不得不说一下福月，就是一直在后面默默的守护着他啊，特别是为了这个司徒岭也好，为了明义也好，我们这种小狐妖的这个奉献付出哈，能不能让福月来跟我们说？就是大家都觉得他以前都说美强惨，但是觉得这个福月就是很惨很惨很惨啊！能不能跟我们讲讲这个那么惨，让观众感受到的这种共鸣呢？因为我会做一些就是可能剧情上没有的一些设定，包括就是司徒岭救了我们发生了什么，陪他成长到哪一步了，然后呢怎么去的花月夜，然后去做了很多这种故事上的设定，然后大家看到的就是其实是我设定的，就是后期的阶段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像平常仙子没什么不同的仙子了，就是也会去还开店当老板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就后面的那一些戏份就呈现给大家看到的样子，对，因为就是有足够的信念感了，对，现在都感觉司徒岭欠福月的，对，我也欠他就大家都觉得是司徒岭那个什么就是福月看着司徒岭，司徒岭看着明义，对，就其实我跟福月是同样的一种人，对。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很多时候司徒岭给明义说的那些话，其实也是我想给司徒岭说的话。对。刚刚司徒岭喊姐姐，你有什么想对那个福月说的呢？司徒岭有什么想对福月说的？其实就是我跟福月，就是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都比较的。本身就是很复杂的，然后我们其实从小很少感受到这种爱和那种光照过来的感觉，可能就是我就像后面剧情会说一个，就是我跟福月会说的一段话，可能今天就会播，确实是，你最珍贵的回忆是
我救下你的那一天，而我最珍贵的回忆是明义救下我的那一天，我已经走不出来了。就是我们两个人其实是相互的，然后就是家庭环境对这两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明义他童年的一个帮助可以让司徒岭长长久久的记住这么久这么多年，所以我觉得司徒岭本来就是一个执着又很偏执的一个人，所以他黑化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想得到民意，他其实后面的他的心智包括他的心头血对他的影响，其实导致这个人心性就没有那么的稳定了，然后导致他这一件一件的事情把他击垮。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黑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对，福月，我们等司徒岭下一世吧，下一世就。我还想跟福月，如果要跟福月说的话，就是希望我们下去就是都跟自我和解，然后不要把自己困住。哇，下一世也没有许诺。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像家人一样就挺好的。好，我们就是也看看今天晚上这个结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哈。OK， 说完了你们这一组的，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天机公主跟我们言笑哥哥这一组哈。他们就好多人就说他们两个人是一种权谋和真心之间游走的那种戏份，大家觉得鲜品很好磕哈。你们两个人怎么就是在这个里面觉得很难把握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先让公举说。很难把握的。就是我其实之前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在拍前期，比如说那个我跟言笑这种一直在互怼的时候，其实这个分寸一直是我觉得很难把握的，因为我其实在现场也一直在跟导演 battle， 我就会觉得他不能这样说话，他为什么就是我说一句他就要怼一句，就是其实我一直在想不可以这样，我想改。但是导演就一直在说服我说他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他的新的立场了，然后一轮也一直在现场跟我就是在帮我解释吧，但是我其实内心我就是不想听他说这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比较难把控，但是其实我到现在我现在就理解了，我就在想我那个时候的我本人的想法其实就是天机的想法，他其实不想听言笑说这些很伤心的话，但他也没招，他就只能一句一句怼回去。那言笑呢？言笑在好好听。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难把握的是怎么，因为就是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言笑怎么在他当下的事业跟一直存续的爱情之间去表达出言笑对天机的这个爱，因为其实事业跟爱情对当时的言笑来说其实是冲突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要么事业，要么爱。但是可能确实因为当下的立场我没有办法，所以就是包括就是在拍摄的时候，言笑对天机的爱可能更多的是在背后，就是在天机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就是我想给，但是我又不能给的那种，就是可能是无奈吧，就是更多的是一种藏在背后的一种东西，就是你怎么去通过一些小的细节点，或者说通过一些眼神去表达出来，这个其实是对当时我在演的时候比较难吧，对，包括就是他整个人物的一个就是发展，其实会有一点像抽丝剥茧一样的，就是一点一点揪出来。所以前期的时候，大家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言笑你有什么样的立场去这么怼天机？但是到后面可能会慢慢的去解释出来。对，因为我们拍的时候，其实我也很质疑，我在问导演，然后有时候也会问言笑说，那你到底喜欢天机吗？然后导演就很跟我确认，他说你放心，就是言笑爱惨了。然后我就说，我也有问言笑，然后言笑也是这样说。我现在看了片子之后就，你到时候看吧。懂了。谢谢两位给我们梳理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历程。好，我们刚刚梳理了这么多我们关于一些热搜的问题哈，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非常难忘的视频的画面哈，我们接下来就陪我们各位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精彩的一个视频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视频内容哈，来，请看视频。
我那么骄傲啊！对，我经常有一些词儿，就他喊我战神大人，然后我就说，就是我一直保持那种骄傲的姿态，从那个马甲回来之后。但是知道那个葱油饼的那一刻，是不是还是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的那一刻哈？对，就是因为就是设定上其实是我怎么说呢？本来是我知道他这个葱油饼，等于说他把他自己的葱油饼给我的，但是我其实当时拍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当时怎么反正就是少了一段，当时其实剧本里有，然后但是因为他把他最重要的就是东西给我，就没跟我说嘛，但是他鸡骨仔是我爱你，但是你是自由的，所以他不希望就是我俩曾经都是希望说爱不是以爱相携，所以他会说默默的放在葱油饼，然后我自己去意识到的。王友说，如果那一刻就是明义知道那个葱油饼里面放的是那个黄粱梦的话，他会不会不吃啊？或者说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其实如果按照原来的就是拍摄时的设定，就是我是因为季国仔是这样，他有一个黄粱梦，但他其实没有吃。就是他是希望他是服用了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炼化成的那个药方，然后他真的黄粱梦他是留着想要去引诱那些坏人，就是那些所有想要黄粱梦的人来就是引诱，就是一步步的下局，然后把他们全部抓出来。所以就是但是在外人的眼里，就是他已经吃过黄粱梦，已经是就是完全好了，所以我是不知道他吃了这个东西会就是还会复发什么的。所以如果说他那个时候是真的给了我，然后我又想要活命的话，但那个情况下我已经知道了就是药方了，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可能如果他一要我想因为爱我所以希望我吃的话，我觉得我会对就是还是会吃因为毕竟是要活下去，两个人才能去面对很多事情，活着是最重要的。然后如果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要换他的命的话，那我可能不会吃。而且网友也发现了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callback， 就是离恨天和黄粱梦就是开头的那个中毒是葱油饼里面，然后解毒也是在葱油饼里面，就大家好奇说以后明义看到葱油饼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对吧？大成鸭肉吃还是要忍不住要吃一口，对吧？要看谁给。还是会吃吧，就是因为，但是以后肯定会有更多好吃的，因为只是葱油饼之前对我来说太独特了，就是小时候就是小时候的遗憾，所以就是会在长大之后去疯狂的弥补，然后对，所以会对葱油饼对我来说意义不一样，对。要看是谁给的葱油饼，季博仔给的他才吃。我说兄弟两个，一个放下毒，一个给解药。对，后来发现他们还是兄弟。OK，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视频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视频的内容，请看视频。哇，漂亮的。明义说：“原来我喝的那个是这么来的。”取了2天2夜。我记得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就拍很久，一直在调光，然后一直在，因为现场那个不是想有那种蝴蝶的那个影子嘛，然后现场导演就是拿了一个投影仪，就是把那些蝴蝶的影子投上去。对，然后弹幕在说能不能有人告诉司徒里明义的毒已经解了，不用再取新东西了。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没有人，无人扣我。哎，但是这一段我们看到还挺高兴的哈，特别是福月这从后面就他还不懂爱的那个无脑的，能不能讲讲你们这个拍摄时候的一些故事？就拍这一段的时候。福月，你讲，你多说点。当时司徒里在前面，他得闭眼睛，他是听到我在后面搓来搓去的。他说：“你是怎么转来转去的？”我说：“用膝盖呀。”他说：“你这……”我只感受到背后的风很大，你知道吗？对，然后呢，就是全靠膝盖搁那儿滑来滑去。对，这个什么我的滑板鞋，对摩擦。取血不易，对吧？对，它就是这样，它正面看起来很好看，如果那个画面切到后面就会很搞笑。
OK 哈，有意思哈，但是好在是这个民意的毒也解了哈。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3个视频哈，来，请看第3个视频。哦，这次上次就被抓到那个卢宇晓这么磕，现在刚才看差点磕没了。但是让2位来当事人来给我们说一说哈，就是为什么就是突然间这样了，手交叠在一起了啊？那个是颜笑当时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创意哦。当时这就是咋说呢，就是在现场的一个即兴的一个东西吧，因为当时就是我是感受到了，就是那个天机就是朝我这个伸出手之后，然后可能比如说看到这个东西之后，我才会有的这个东西嘛。因为当时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这么直接就是伸上去，会不会就是在2个人的关系里面就是和好的太快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颜笑他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说，会不会觉得太理所当然了？就是然后所以就是我寻思着我说这个手一翻就可能一方面是代表就是颜笑我永远愿意为你拖地，就是包括就是跟前面他说的那些话就是其实是呼应上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颜笑他自己个人在潜意识里面吧，会觉得他自己在这一段关系里面应该处在的一个位置，就是因为颜笑其实从一开始到最后，就或者说整段感情里面，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就是可能会有点自卑吧，就是无论是跟他的出身也好，还是说在2个人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也好，其实他自己内心是会有这个自卑跟觉得自己不配去爱，他会有这个想法了，对，然后再到后面，哪怕是说受到天机，他就是说你愿意做我同情之人，我也没有嫌弃你之类的这些话，他感动归感动，但是他始终还是一个拧巴的人，他自己这里会有一根筋儿，就是一直就是轴着，对，会有那个点，就是在他心里当成一个阻碍了，然后所以就觉得这个点，这个翻手的这个动作，其实还挺完美的，就是刚好契合到这个点里面。对，网友的解读是说翻手来是盖章了，盖章他们2个人的关系，对吧？哎，我们这样好不好？因为你们2人现在是隔空，我们可以切给你们2个人单独的这个特写。我们接下来就没有办法就是盖章了，但是你们2个人可以隔空，就是和对方有一个这样的盖章哈，隔空有个盖章，来可以牵手的这个吗？还是就是这个就隔空这样触碰到这个，找到这个彼此啊，喊你可以喊的，对，哎，不对，你反了，对，哎，你怎么那么白啊？我这边光好，好，可以差一点也那个天机还差一点点碰到他哦，碰到他了，我们做好截图准备，好，李成。好的，我们刚刚看了我们这个几个视频哈，其实不得不说一下，我们这个整个戏里边真的是个全员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长线啊，所以我们最后的时候要看是一个全员的一个高光成长的混剪，我们给这个几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个视频。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入青云不负真心局嘛，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各位一起来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经典的，我们说了那么多名场面，我们要让这个几位呢来一起进行一个名场面2选1，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你们可以，我们会准备10组图，大家在这个2个名场面当中选一个大家更喜欢的那个，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多东和公主抱，这个让明义来选择一下哈，你更喜欢的是哪一个？公主抱吧。公主抱啊，对，好，公主抱的这个，带着我们的黄连梦公主抱的这个哈，来看看下一个哈，明义给天机带簪子啊，然后天机对明义撒娇，这2个2选1，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呀？哎，你们考验一下姐妹默契好不好？1和2，你们是3、2、1之后来比数字哈，来3、2、1。又爱吃的我都喜欢第2个哈，但是确实好多小伙伴都说这个戏里面其实有很多那种女孩子之间的互相帮助啊，
也有人说是献给女生群体的一个情书。你们两个人怎么看待观众的这个评价？感觉其实首先我们剧的所有女孩子都是那种人很好很善良，然后以小小为首，她其实就从我们拍的时候，从我们唯独开始，她不是那种比如说什么高高在上或者怎么，她完全没有，然后她也不会介意任何什么谁更厉害啊，或者是底下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真的是那种很贴心的小蛋糕那样，然后愿意和比如说我们主演一起拍照，但有一些群演啊，甚至是就是临时过来的女孩子要跟她拍照，她也从来没有说拒绝啊之类。所以从她本人讲，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非常友好，然后会善待每一个女生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对，就是不光是戏里的角色，戏外的你们之间也是这样，对不对哈？是的。对，露露想呢？你觉得呢？就是我们组里女孩，包括这所有人都很好，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就会感叹，就说大家怎么那么一群好孩子就聚在一起了。然后也是，然后像我们剧里面那种女性关系，它也不是说口头上说的，就是它很多都是，比如天机，它是实际在做这些事情，它是我们所有的，包括就是所有的人物关系，它不说口头上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是在实际在做，就是他没有说我要立一个女性要怎么样，而是慢慢，因为我们最开始设定是有，就是女生是不能有离脉，就是因为反正后面大家会知道为什么，就她其实是女性没有站在一个平等地位的地方，然后后来是靠我们自己的就是觉醒，然后慢慢的就是意识到的说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来改变这一切。妈呀，季博仔给我打视频，这季博仔来了！我们来看看季博仔。Hello， 季博仔。哎呦，我在直播，我帮你放这儿。我知道。我说你现在是也在进行别的工作吗？没有啊，就在直播。我现在刚从现场过来，然后辛苦。然后我知道还有最后2分钟嘛，然后我赶紧。司徒林怎么不看了？哎呦，什么？我他说他最后他现在就是有2分钟，然后他正好来打个视频来跟大家说说。来说一说啊，太棒了哈！我们抓紧这个时间哈，让那个季博仔来跟我们这个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刚刚聊了很多，你应该刚刚在拍戏，没来得及看到我们前面直播的内容吧？那小小告诉我一下。对，我前面他都很累，他现在今天要赶杀青的这个内容哈。对，那个季博仔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今天就是到了我们这个收官的那个戏份了嘛哈，大家就是说有一段戏里面那个内容就是季博仔和明义在雨中热吻的有一段戏哈，你们2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当时2个人心里在想的是什么，聊一聊这个幕后的故事好不好？雨中热吻。就是你作为阳光山太子回来找我，就是张台那个结婚。那场可冷了，那一场就是2个人就是积攒已久的这个情感在一刻得到一个迸发吧。是的，就是无法压抑，即使分手了。但我们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分开，所以我们要各自完成自己的事儿，但是又很想念对方，就是2个人都比较拧巴，就是因为这个分开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相爱，然后明义也知道我是故意想要通过这个方式就是赶他走，实际上是为他好。然后呢，季博仔又是说完这个话呢，分了之后内心也很痛苦，然后又刚好看到那个婚礼，看到他们都那么幸福，然后想到自己的这个，觉得不行，老这样问他，就这种感觉。哎呦，婚礼那么幸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很喜欢，其实就是当时演的也就是自己难受。我听网友说今日甚好的那个，就当时是侯明昊同学想出来的，对不对啊？今日甚好婚礼的时候的那一段，
是当时没有讲先生好吗？就是剧本上有设好，但是他可能现场我们那个就是往后再弄一下，那个 callback 是他想出来的。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哈。好，问一个我们网友特别关心的哈，就是今天已经释放出了我们超点大结局了，能不能给我们稍微透露一下我们这个大结局的这个内容哈，一点点哈。剧透啊？剧透，哎，可以剧透那一场吗？就是喝醉酒的那个能剧透吗？能吧，今天应该有了吧？超点的话有是吧？那场戏也很不错。小小醉酒那场戏，我最喜欢，确实，我配音的时候在那吱哇乱叫的睡。这就是大家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大结局的一场，也是一场又很有意思又特别感人的一场戏。对，因为我觉得那一刻季波仔他做回一个小孩子的那个状态，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他。让你们两个说个结局，回忆上你们的感情史了，他是戏里边角色。哎，但是要问一下，就是大胆的猜一猜，有可能两个人的结局是 HE 还是 BE 呀？TH。肯定得 HE 啊，肯定有 HE 啊。HE 哈 ，HE 哦，太好 ，HE 的太好了哈。HE 就太好了。好，你们刚刚说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场戏，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多网友都说有一场戏，你记得吧？也是有点微微喝醉，然后你喊了3次名义，名义有3次不同的答应。那个是喝假酒吧？你是喝对，那一场感觉假酒，那一场感觉比那个其他的都还要铁。我们最后替网友提一个这个要求，能不能现场还原一下这一段，就是喊3次名义，让名义3次答应，好不好？妈呀，这行，这个，好，可以今日甚好。对，没喝假酒。假酒。超级甜，超级甜哈。OK， 我们最后的时候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因为这个直播也要接近这个尾声了，我们最后因为今天也到了我们这个超点大结局的时候了，大家有什么要对观众说的这些，我们最后也想听听几位来说一说，好不好？季波仔既然来到直播间了，我们先邀请季波仔来。我觉得一群人到了后面的阶段，首先呢，肯定是一个 HE，因为两个人的确在这个相爱的过程中都太艰辛了，然后，不管是自己的情感上还是事业上嘛，都受了太多苦了，所以最后一定要给大家一个happy ending 的一个结局。越往后面看呢，有关身世部分的揭晓就会越透彻，而且到了结尾，像有那个像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又甜，然后又有一些有趣，包括又是喝多了，然后一个表白的那么一场非常可爱的一场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如幸云到了今天又能够这么多人的支持，真的我觉得我们作为每一个演员都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动。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入青云，然后我们一起期待入青的大结局。太好了，多多支持哈，谢谢季波仔，鲁鲁小，我首先就是我这次追剧体验跟大家在一起的感觉特别好，然后有时候看到大家写的一些东西，
就是能 get 到我们主创当时创作的时候一些想法，甚至是我们当时想表达的东西，大家也看到了，所以那时候的会作为一个创作者非常的感动，就是觉得有东西被大家也看到了，导演也拍出来，大家也理解到了，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大家的一些解读和争议，所以就是整体会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一次追剧体验。然后我也很喜欢我们入侵云，然后希望有更多人还能继续看到它。对，谢谢啊，一定是非常喜欢的，非常看到的。接下来我们的斯普林，首先很感谢大家一直支持入侵云，然后其实他们两位已经说的就已经很全面了，然后就是今天又是超点，我觉得就是还有很多高能时刻，还有 happy ending， 所以记得大家来追剧就好了。好，期待结局的内容哈。好，我们公主，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如青云，然后支持独家记忆跟言听计从，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剧没有一个落入俗套的一个结尾，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想象到的一个结尾，它非常的燃跟很现代感，所以希望大家在之后的日子继续支持如青云，然后看完整部剧，觉得会对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跟人生有新的方向跟思路。对哈，影响我们每个人哈。来，言笑哥哥，这段时间跟大家还有观众粉丝朋友们一起追剧，然后很开心，然后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呢也都没有白费，跟我们开机的时候说的那一番话呢，其实也是呼应上了。然后谢谢大家支持入侵云，我们入侵云里面所有的 CP 关系也好，或者不是 CP 关系，只要是关系呢，就有很多好品的地方，大家可以多去品几遍，多去细细的品，好好的品，然后大家支持入侵云，谢谢。先品慢品哈。好，胡月，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的入侵云，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角色的理解，然后呢往后的剧情就是先品包满意的，大家好，谢谢各位哈，真的不知不觉的到了直播的尾声了，但是因为马上就是各位就可以去看我们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剧情了，我们就不过多耽误我们网友的这个时间，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几位给我们在直播里面呈现出那么精彩的内容，还是要跟我们各位小伙伴们说一下，就大家记得呢去我们的优酷生化剧场去观看我们的入侵云。然后优酷 SVIP 会员多个 S 都很多，开通 SVIP 看入侵云，更新日限时，提前多看一集，更有真享 4K 超高清专属音效、专属弹幕等40项特权，赶快来开通 SVIP 看入侵云，更多福利等着各位。我们今天的这个真心的这个不负真心局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最后也谢谢各位跟我们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说再见吧，拜拜，大家快去看入侵云超点结局。快去看嘛，看我们的超级大结局，太超点了，大家看更新的一集，拜拜。